Hello，我是虚06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主题呢？看标题就知道，没错，今天要来分享自学 AI 最常碰到的5个问题第3集。很开心，这个影片系列已经来到第3集咯。那第1集跟第2集还没看过同学们，请务必先回顾以前的影片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进入主题吧。看之前呢，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G 哦。有些同学们打开我的频道学习 AI 的时候，有发现上方我会出现这个工作列。例如说，我今天2个物件要进行对齐的时候，我选取物件，上面就会出现这个可以对齐的物件。或者呢，是我要打字的时候，在上方呢也可以选择字源跟字体大小，不需要开启这个小视窗。那上面这个工作列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要如何打开呢？请将滑鼠移到上方，选择视窗，点选控制。如果你控制这个打勾没有勾的话，点下去你的工作列就会打开咯。那一样，如果你要让工作列消失的话，也可以一样点选让打勾消失。现在上方就回到干净的状态哦。各位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打开或者是关起来。不过在这里呢，我会推荐同学们请一定要打开这个控制功能哦。第2个，关于被子曲线没有拉杆，要如何调整它的弧形呢？首先呢，我们在画面中看到这个范例，通常呢，我们要调整弧线的时候，会选择白色箭头，点选，就会出现这个拉杆。根据这个拉杆，将弧形做调整。不过为什么像我点选这个节点的时候，它是没有办法出现拉杆的呢？那就是你在使用钢笔工具拉这个线条的时候，你在这部分呢，你是做个角度，而不是曲线。如果听不懂同学们，我在这里简单范例一下。当你使用贝兹曲线来绘制线条的时候，通常我按着滑鼠左键，按着不放状态下左右移动呢，它会出现弧线的状态。那我在画面中随便点个地方，好，如果接下来你下个动作，你是直接拉一个直线的角度，像这样子点选，而不是像这样子一个弧形的话，如果你使用白色箭头点选这个直线的部分，它是没有拉杆的哦，它只有弧线的地方才会有拉杆。这时候你可以点选工具列钢笔工具的曲线。我们回到这个范例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将这个直线变成弧形，可以有拉杆的话，在节点的部分使用滑鼠左键快速的点选2下，在这里呢，它就会自动帮你变成弧形了哦。那接下来我点选白色箭头，点选刚刚的节点，它已经出现这个拉杆，可以让你自由调整咯。工具列中有个手型这个符号，可以让你进行拖移，以及呢将滑鼠移到导览器上，上下移动。但是呢，在这里要强力推荐的快捷键，那就是空白键。今天不管你使用工具列的任何一个功能，现在你要拖移画面的时候，只需要按着键盘中的空白键按着不放，可以看到画面中的游标已经变成一只手的形状咯。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进行快速的拖移，就不用再另外点选工具列的手型来进行拖移咯。空白键这个辅助功能真的很好用，强力推荐给正在学习 AI 的你们哦。我们先以这张范例图来做范例。我今天全选这张设计，然后我想把它缩小，但是可以看到在还没转外框的状态下，你的线它会因为你的缩小
而没有等比缩小。但是这张图你又不想转外框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只需要设定一个地方。我先还原。当我们点选这个物件以后，同学可以在视窗打开变形这个小视窗，点开来以后，这个小视窗下面有一个缩放、笔画和效果这个选项打勾。当你这个选项打勾完以后，今天你这个物件就算线条部分你没有转成外框的话，你也不用担心。当你缩小的时候呢，线条也会跟着你缩小，放大的时候线条也跟着一起放大。记得要调整这个设定哦。不知道正在刚学习 AI 的你们，有没有不小心手滑点到这个透视网格这功能？当你点下去以后，出现这个网格图案，接下来很多同学下个步骤内想说，我在使用黑色箭头点选它，把它删除掉就好了。但是会发现，怎样都无法删除那我新增一个图层，把原本图层删掉好了。可是这时候你又会看到网格还在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那关于这点，正在学习 AI 的你们不需要担心。要如何关闭这个透视网格呢？在这里，同学可以看到你的左上角，当你点到透视网格的时候，它会出现这个符号，上面这个尖角有出现叉叉的部分，你点下去，这个透视网格就会删除掉。不过呢，你在使用黑色箭头状态下呢，是没有办法点选它的哦。那我现在点回透视网格这个选项，当滑鼠移到左上这个符号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我的游标跟着改变了。滑鼠移到叉叉的部分的时候，它会出现隐藏网格4个字，滑鼠左键按下去，你的透视网格就会消失咯。那今天分享的5个初学者在学习 AI 有可能碰到的问题，在今天影片都分享给你们哦。如果影片对你们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，敲碗看会不会出现第4集呢？今天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支影片见哦，拜拜。